山茶花商队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宝石国通路的消息呢？藤蛇饼干大人，你让老夫先喝点水再说呀。对不起，我太心急了。啊，这是高温冲泡的青夏玉露莲子茶。真好喝。喝了藤蛇饼干大人亲手冲泡的茶水，老夫的面团都似乎柔韧了几分。我们头顶的凉高月亮发生变化时，岩洞中的暗河水位也会跟着变化。水位到达最低时，确实有通路显现出来。一年中水位最低的时候，就是半个月后。哇，那我们很快就可以出发了。姐姐那么强大，应该比我更早醒来才对呀。为什么我总是感应不到她的气息呢？好担心，难道有什么连她也无法解决的危机吗？可是我不能离开花都，这里暂时还离不开我的守护。金龟饼干，别太担心，也许我们很快就能带着好消息回来。就是说啊，我猜大家都从宝石国回来了，老饼干还在茶谷迷路转圈圈呢。前往茶谷的山茶花商队突然失联了，确实很让大家担心。不过，既然山茶花饼干去处理了，就算有什么麻烦，应该也能稳妥解决。沥青饼干，一起来吃下午茶吧。你最近练剑的时间也太多了。要是还没出发，已经累得面团散架就不好了。好，宝石国是什么样子呢？碧绿葫芦洲上的补给都已经给你们放好了，稳的。你们两块饼出门在外要一路小心。金龟饼干，你有没有带好备用的香炉火影啊？带好啦，每只都很新。金龟饼干，你要记得把花糕放到包包里。有的，包里塞得鼓鼓囊囊。金龟饼干，防水的罩衫有没有带呢？饼干被水打湿会很危险的。已经好好的挂在行囊上啦。放心吧，当归饼干，我也算是一块有着丰富冒险经历的饼干呢。我也会好好保护金龟饼干的。这段时间，我觉醒了更多神兽的能力，把一些能量凝聚在这个护身符里了。万一遇到什么困难，也许能帮到你们。还有，只要姐姐见到护身符，她一定能认出是我的气息。该出发了，从这里顺流而下，穿过地下河，就能到达宝石国了。岩壁上的石头在发光，植物的叶子变得细小了，很符合这里的地貌特征。这些从岩壁顶部垂下的植物，它们的蔓藤虽然很细，但应该非常柔韧。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植物总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。光线逐渐变暗了。狭小的空间里，声音听起来会大很多，没什么好害怕的。好害怕的，害怕的。洞穴顶部越来越低了，无法划桨了。我们只能坐在船舱里，尽量放低身体，让船只随着水流前进。我们好像已经出发了很久，又好像刚刚出发。四周黑漆漆的，无法精确感知到时间的流逝。是不是已经飘了好远，有种会抵达大陆尽头的感觉？头上的岩石越来越低了，
前面真的还有路吗？金龟饼干，可以说说你之前的冒险吗？只有重复的水滴和水流声，会让我们不由自主的面团紧绷。好，那就说说我乘着龙飞船前往远方王国的事情吧。我们所处的世界真的有很多奥妙的地方，还有我们一起经历的花都的故事。我们这些小饼干竟然一起打败了那么可怕的狂暴植物。水流声变大了。离青饼干，我感觉小舟行驶的越来越快了，应该已经到达了暗河的下游。前面好像有光亮，会是出口吗？水流突然变得很急。水流怎么突然断开了？不是水流断开，是瀑布顶上。我的行囊！抓住一切能抓紧的东西。稍微有点痛，但应该没有受伤。这里是……哇！远处真的有一座城市，那里就是宝石国吗？离青饼干，你对这里有没有印象？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。我真的是来自这里吗？我们先试着找找看通往那边的道路吧。小心一些，这里又高又滑，如果跌倒的话很危险。啊！地下刚才喷出了白雾，好神奇，就像突然揭开了蒸笼似的。这是本地饼干的宠物吗？或者是养来看家的？试着打个招呼吧。你好，你吃花糕吗？怎么突然攻击饼干啊？真不礼貌。这些怪物突然变得平静下来了。饼干居民，你们没有受伤吧？你们不是宝石国的饼干？怎么回事？信号好差，听不到了。又发生塌方了吗？有个饼干受伤了。不是有通知最近不要随意出城吗？没有饼干受伤，但是有点别的情况。什么别的情况？有饼自远方来，回来再说吧。你们是？你们好，我是金龟饼干，他是离青饼干，我来自花都，他……我们是从花都来的饼干。花都？书籍上的记载是真的，花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。横松米高大陆真的还有别的饼干活着？花都是个什么样的世界？饼干们还好吗？你们好像很开心，这里很久没有外面的饼干来了吗？是啊，大家都以为我们是这片大陆仅存的饼干族群。正式的介绍一下吧，我们是宝石国的饼干，正在执行巡逻员的工作。我是月光石饼干，负责记载和数据分析。那个是红宝石饼干，它是魔法地质大学建校101年以来第一个全满分毕业的饼干。刚刚耳机里说话的是我们的联络员绿松石饼干，还有我们这支小组的队长翡翠饼干。
不过他正在处理急事，稍后大家应该可以见面。巡逻员，听起来是责任很重的饼干。宝石国的饼干们在遍布岩浆与落石的环境里，建造了安全又先进的城市。饼干巡逻员的责任就是在城外定期巡视，帮助遇到麻烦的饼干。想要成为巡逻员，必须在5个月内通过7门考试，并取得巡逻员执照。但是，由于魔法围墙几乎能抵御一切威胁，饼干们亲自上阵与怪物作战已经是遥远的记忆了。所以，这个执照只是作为一种等级资格，对于申请学校和工作有用。只要勤刷题，我这样文弱的饼干也能通过考试。刚才把怪物砸扁的那本书，好像就是你手里这一本。啊，是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最近岩浆活动急速加剧，以前没有记载过的魔法怪物也出现了。所以，执政的饼干需要真的巡逻了。执迷不悟也是好事，证书没有白考。执迷不悟。这是一个古籍上记载的词语，就是说喜欢考执照的饼干不会被耽误的意思。宝石国的古籍上确实记载着这里曾经有一条通路，称作尖晶石迷阵，但从来没有饼干发现。原来通路是藏在瀑布上方，饼干要上上下下的寻找线索，才能发现远古的通路。难怪说路漫漫，饼上下而求索。刚才袭击我们的，就是你说的魔法怪物吗？我们花都也曾经被类似的灾祸威胁，郊外的植物突然变得狂暴易怒，甚至想要冲入城内。后来，我搭乘龙飞船前往一片遥远的大陆，找到了失传已久的香方和香料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，终于在腾蛇岩壁前点燃了熏香。被唤醒的神兽和花都的饼干们一起，拔除了钉在地脉上的木桩，净化了污染。神兽？等等，你是说你们唤醒了传说中的神兽？神兽腾蛇饼干是个非常可爱善良的饼干，它净化了外围的怪物，最后他们召唤出了非常恐怖的怪物。所以说花都的怪物异变是饼为的？有一些饼干似乎受到了谁的蛊惑，要毁掉花都的地脉。神兽们没有离去，只是暂时沉睡。这个护身符里凝聚着腾蛇饼干的净化力量。腾蛇饼干的姐姐在宝石国，我们想来唤醒她。请问你们知道一些宝石国神兽的消息吗？你说的是传说中的白狸大人。我们的神兽一直也在守护着大家。在那里。什么？这个关信号码不差，预报刚刚说有特大落石雨，你们尽快回来。落石雨非常危险，我们先回去城里吧。可以先到我们的秘密基地去休息。秘密基地？就是每个饼干成长过程中用来独处放空、逃避长辈饼干的那个地方。我们的秘密基地在城区边缘，大家在那里放了很多自己喜欢的食物和饮料，还有面团工学抱枕和蓝饼沙发，听起来非常温馨舒服。当然，我们家族的古籍上记载着圣贤饼干的话：天将降大任于饼干，必先劳其面团。就是说，饼干在担负重要责任之前，一定要好好慰劳自己。快跟上，不要拉太远，注意脚下。离心饼干，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他们，你也是宝石国的饼干呢？毕竟是刚认识的饼干，先别告诉他们太多信息比较好。
我们两个饼生地不熟的，确实应当谨慎点。别客气，尽情拿来吃吧。香菜酥酥片，啊，很好吃。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，果然有品味的饼干都会觉得好吃。宝石国的零食和饮料都很丰富，感觉是非常热爱生活的饼干国度。其实，宝石国原本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头顶的天穹并不稳固，时常会发生落石。灼热的洗砂岩浆也会从不知道哪块地表薄弱处喷发出来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宝石国的饼干们一直努力研究，要怎么才能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。听起来，他们真的非常不简单。后来，宝石国成功建设起了繁荣的城市。那些原本威胁饼干生存的灾害，经过魔法引导之后，甚至变成了能源。比如这些漂亮的霓虹灯，其实都是由岩浆地热驱动的。真不可思议。哎，我带你们一起出去逛逛街区吧。不过，宝石国已经很久没有外来的饼干了，你们要稍微装扮一下，否则会引起骚乱的。仔细观察的话，这位离青饼干，你长得还蛮像我们宝石国饼干的。这位金贵饼干，你就伪装成翡翠饼干的远亲，应该是黄釉玉饼干吧。试试看，击中就可以把奖品带走。饼干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试试看。我们也来试试看吧。这位客人，专业饼干，请不要参加业余挑战了。离青饼干玩游戏也这么在行，这些魔法果冻都是我们的啦。下次再来呀。2件8折，3件9折，4件还有折上折。哇，好多饼干啊！你们好，免费领取礼物。哎，真的是免费的，既不用出示花膏积分卡，也不用提前预约。一路走过来被送了好多小礼物，手上都快要拿不下了。宝石国每天都是这么热闹吗？也不是每天，因为最近是值得庆祝的日子，所以大家都很大方。第一座浮空岛顺利扬升，主计划的第一步成功实施了。宝石国的魔法名词这么多吗？竹计划和浮空岛是什么？宝石国的饼干们为了生存做了很多努力的尝试，然后逐渐分成了2种主要的声音。其中有一派饼数众多，他们认为虽然洗砂岩浆已经被驯服，但依然有一天可能会失控，从地面彻底逃脱才可以远离危险。他们用一种古代的照明工具作为标志，也就是竹派。浮空岛是他们理想的新家园。另一派的饼干数量很少，他们认为洗砂岩浆在神兽的威力下不值一提，应当唤醒神兽，彻底治理岩浆。
这样才能过上安心的生活。他们用不依靠魔法而诞生的第一朵火焰作为标志，也就是碎派。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各有各的道理？我想作为一个外地饼干，现在很难回答你的问题。没关系，我只是说说而已。前面转角有很好吃的小吃哦，我们再去前面逛逛吧。那么月光石饼干它会是哪一派的呢？我记得当他指给我们百里饼干所在的时候，表情似乎有一些忧伤。从这里远远的就可以看到浮空岛，看到附近那些巨大的装置了吗？它们汲取巨量魔法能源，然后提供给浮空岛作为动力。很梦幻，简直是奇迹。但是总觉得是错觉吗？刚才好像看到腾蛇饼干的护身符亮了一下。就是说呀，我们宝石国只要解决了那些讨厌的岩浆怪物，生活简直就完美。我们发展了那么久的晶石魔法，不就是这个时候发挥作用的吗？虽然听起来很好，不过离开地面的话，会不接地气吗？什么地气？那都是老一辈饼干才会说的话了。我家住在华底的15楼，不也是离开地面很远吗？可是我们宝石国饼干的面团里有很多来自大地的成分，与大地的情感是祖训啊。祖训里也没有碧玺冰箱、玉髓显示器，那你把它们都丢掉吧。让你们见笑了。自从第一座浮空岛扬升后，这种争吵，宝石国每天都在发生。远离祖辈生活的平地，去到不上不下的新家园，大家肯定会有些疑虑的，对吧？月光石饼干，虽然认识还不久，但我们应该是朋友吧？是的。是朋友的话，我觉得饼干之间要更加坦诚才对。从刚刚开始，你似乎就一直在试探着我们。逛街的时候，你居然一个成语典故都没有说，是因为一直在盘算更重要的说辞吧？如果想知道我们的答案，是不是应当先告诉我们，你是哪一派的呢？金贵饼干虽然看起来很温和，但它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饼干。其实，我们……怎么回事？快拦住他！那是腾蛇饼干给我的护身符。糟糕，他往城外的方向去了。